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我是这样瘦下来的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看起来特别年轻的人都在吃这些东西；第二，睡前喝这一杯脂肪会融化、脸会变瘦的饮品；第三，仅仅3个月肚子就变平，而且再也不容易发胖的暴瘦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看起来特别年轻的人都在吃这些东西？第一个要介绍的是那些异常年轻的人都在吃的食品：盐、味噌和酱油。在减肥期间，料理的调味其实基本上只需要盐、酱油和味噌就足够了。一提到减肥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必须忍受清淡无味的饮食，这种印象很痛苦吧？但实际上，只要认真选择调味料，吃饭时的满足感就能大幅提高。不过重点在于，虽然调味料种类变简单了，但必须选择高品质、真正好吃的调味料。如果调味料本身味道足够有层次，那么即使只是简单的淋在生蔬菜或蒸蔬菜上，也会变得很好吃。这样一来，自然而然就会增加吃食材本身的健康饮食。反过来，加工食品的摄取量就会减少，其中尤其是盐，因为几乎所有料理都会用到。正因为如此，作者认为唯独盐绝对不能妥协，一定要讲究品质。而且不仅是减肥，只要开始使用这些优秀的调味料，饮食生活就会变得更健康，不但会瘦下来，身体健康也会自然提升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些异常年轻的人都会吃的食品：特级初榨橄榄油。有些人可能觉得减肥时应该减少热量，所以油脂最好不要摄取，但实际上，为了健康，油脂反而应该适量认真摄取。当然，料理用油并不是什么油都可以，比起摄取量，怎么选油更加重要。大家知道吗？可用于料理的油，其实分为适合加热和不适合加热的种类。例如，以富含 Omega-3 而闻名的亚麻籽油和紫苏油，都属于怕热的油，因此虽然很健康，但并不适合高温烹调。如果要吃，比较推荐直接生食，例如淋在沙拉上，而不是加热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平时做饭想经常使用，就必须选择无论生食还是加热都方便使用的优质油。因此推荐的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。作为地中海料理主角的橄榄油，因为具有降低坏胆固醇的效果而非常有名。而且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好吃。例如，只是在蔬菜上撒一点盐，再淋一点橄榄油，就已经能成为相当美味的沙拉酱。重点是既健康，又有很高的满足感。很多人会觉得特级初榨橄榄油是专门用于凉拌、生食的，但其实只要不是超高温，也能用于加热料理。不过，不经过加热的话，的确更容易保留它的香气和风味。因此，基本上还是更推荐拿来做不加热的沙拉酱。正因为每天都会吃进身体里，所以对这种油更应该认真讲究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些异常年轻的人都会摄取的食品：豌豆来源的植物性蛋白。在减肥过程中，绝对不能减少的营养就是蛋白质。很多人为了减肥，会想着减少热量摄取，但如果连蛋白质也一起减少，反而会变成不容易瘦的体质。蛋白质是增加肌肉的重要材料，肌肉增加后，基础代谢会上升，身体也会变得更容易燃脂。此外，只要肌肉充足，姿势也会更稳定，因此即使体重相同，看起来也会漂亮很多。而且皮肤和头发也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，所以无论是美容还是外貌年轻化，蛋白质都绝对不可缺少。例如，有些人开始减肥后，头发变得毛躁，指甲容易断裂，这有时也是蛋白质不足导致的。另外，如果肌肉减少，骨骼会变弱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这样整体健康状态都会受到损害。所谓减肥，并不是不顾一切只要瘦下来就好，如果只是单纯的瘦，反而会显得贫弱，没有精神，看起来也不健康，完全谈不上有魅力。因此，请一定要记住，健康的减肥，蛋白质的摄取是绝对不可缺少的。顺带一提，一般来说，蛋白质的建议摄取量是每1公斤体重对应约1克蛋白质。例如，体重60公斤的人，一天大约需要60克蛋白质。作者推荐的方法是
把蛋白质分散到早、中、晚三餐中，少量多次的摄取。例如，一个水煮蛋大约含有6克蛋白质，如果早餐吃2个水煮蛋，就能摄取约12克蛋白质。另外，饭团里加入鲑鱼或青花鱼，也能自然增加蛋白质摄取量。此外，在肉类之中，鸡胸肉、鸡里脊、猪里脊等部位，蛋白质含量相对较高，所以买菜时优先选择这些部位，也是很推荐的方法。当然，也会有光靠饮食还是补不足蛋白质的情况。这种时候，作者建议可以善用蛋白粉。说到蛋白粉，最有名的是牛奶来源的乳清蛋白，但如果是以减肥为目的，其实大豆蛋白也非常推荐。因为大豆蛋白吸收速度较慢，所以更容易有饱腹感，因此也更容易防止吃零食或暴食。而且，大豆蛋白中的大豆异黄酮还被认为具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作用，因此对于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来说尤其适合。另外，最近除了大豆来源之外，也越来越多使用豌豆等原料的植物性蛋白。如果不喜欢大豆蛋白特有味道的人，也可以选择这种植物性蛋白。如果想改变口味，作者还推荐加入豆浆一起喝，这样口感会更加顺滑，满足感也会提升。建议大家试试看。不过在购买蛋白粉或豆浆时，请一定注意，尽量选择无添加或无调整豆浆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些特别年轻的人都会吃的食品——超级大麦。这个会因人的体质不同而有所差异。不过实际上，不吃早餐减肥，有时反而会导致更容易发胖。很多人都会觉得吃早餐会变胖，所以这点可能很令人意外。实际上，一开始减肥时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吃早餐。确实，不吃早餐的话，会少摄取一餐的热量，但另一方面，也存在反而更容易发胖的缺点。早晨其实是相对不容易长胖的时间段，因此，与其不吃早餐，更推荐早餐吃好一点，晚上少吃一点，这样对减肥和健康都更有帮助。早餐摄取的食物会作为一天活动的能量被消耗掉，所以总体来说，热量更容易被燃烧。另外，如果早餐吃得充足，上午的工作效率也会提高，身体更容易活动，脑袋也更清醒。至于具体早餐内容，本书作者推荐的是超级大麦。超级大麦富含膳食纤维，因此不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。如果再搭配糙米，并做成加入鲑鱼或青花鱼等鱼类的饭团，就能轻松做出营养均衡、非常优秀的早餐。不过，像这样是否应该吃早餐，其实也会因为个人体质而有很大不同。因此，不要武断地认为吃早餐绝对正确，而是应该亲自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。比如实际观察，吃早餐和不吃早餐时，身体状态、饥饿感、体重变化有什么不同，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实验对象来验证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些特别年轻的人都会吃的食品——饭前吃的萝卜泥。据说，富含酵素的萝卜泥比其他食物更容易顺畅通过胃部，因此，在吃饭一开始先吃萝卜泥，可以帮助之后进入胃里的食物更好消化。其实从以前开始，日式料理里经常会搭配萝卜泥，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而且萝卜泥本身水分很多，因此也更容易自然产生饱足感。尤其是在减肥期间，第一口吃什么其实非常重要。如果一开始就吃油腻或甜的食物，食欲会越来越容易失控。而萝卜泥本身非常清爽，因此不容易让食欲暴走，也更容易自然控制食量。不过，萝卜磨碎之后，一旦接触空气就很容易氧化，所以最好尽快食用。与其提前做好保存，不如在吃之前现磨，风味也会更好。另外，它和柠檬也非常搭配，因此稍微挤一点柠檬汁一起吃也很推荐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觉得萝卜太辣不容易入口，也可以放进冰箱稍微静置一下，这样辛辣感会缓和许多，即使不喜欢的人也会更容易接受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睡前喝这一杯脂肪会融化、脸会变瘦的饮品。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是一小杯就能燃烧脂肪的奇迹饮品——燃脂香草苹果醋。本书作者以及很多减肥中的模特、女演员们都很喜欢喝这种燃脂香草苹果醋，
光听名字，可能会以为是什么特别高级的美容产品，但实际上，它是在家就能轻松制作非常简单的饮料，做法超级简单，只要在市售苹果醋中加入促进燃烧的香草即可。香草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。而本书作者常用的是肉桂、生姜、姜黄等燃脂系香料，尤其是肉桂和生姜，具有从身体内部温暖身体的效果，因此特别适合寒冷季节。喝下去后，身体会暖暖的。做好之后，在睡前喝上1杯即可。外出时，也可以装进小水壶里随身携带，在想吃东西之前先喝它，据说能够缓和大脑想吃的欲望，并期待促进脂肪燃烧。如果不喜欢醋的人，也可以选择不加苹果醋的燃脂香草茶，比起勉强忍耐着喝，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能长期坚持的方法。另外还推荐加入含有辣椒成分辣椒素的香料，辣椒素具有提高深层体温的效果，因此对于容易手脚冰冷、代谢低下的人来说，更容易感受到效果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奇迹燃脂饮品是天然水强气泡柠檬水。当肚子非常饿的时候，气泡水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帮手。减肥期间，总会有嘴巴寂寞、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吧？这种时候，只要喝气泡水，就能帮助平复失控的食欲，尤其是强气泡类型，更容易让胃部膨胀，因此也能帮助防止吃太多。另外，加入柠檬汁也很推荐，柠檬清爽的香气可以让心情变清新，同时重置想吃甜食的欲望。接下来进入第3部分，仅3个月肚子就变平，而且再也不容易发胖的暴瘦习惯。首先，第一个习惯是闻葡萄柚精油。说到底，减肥其实就是和食欲之间的战争。无论运动多努力，只要食欲暴走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那么，该如何控制食欲呢？推荐的方法是，当饥饿感开始暴走时，立刻闻葡萄柚的香味。平时随身携带葡萄柚精油，在嘴馋或者突然想吃东西的时候，立刻闻一下。神奇的是，想吃东西的欲望会突然冷静下来，人也会恢复理智。尤其是在深夜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，食欲往往会压过理性。这种时候，在伸手拿甜食之前，先闻一下葡萄柚的香味吧。实际上，从科学角度来说，也已经知道葡萄柚香气具有抑制食欲的效果，因为香味会直接影响大脑，因此非常适合用来调节情绪和食欲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，不会失败的暴瘦习惯不是运动，而是增加日常活动量。很多人一提到减肥，就会觉得必须运动。当然，跑步和力量训练确实有效，但那样也会一下子把减肥门槛变得很高。其实从热量消耗来看，运动和日常活动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。例如，有研究结果显示，比起每周1次跑步30分钟，平日每天站着坐电车30分钟，消耗的热量反而更多。也就是说，根本不需要特地做激烈运动，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稍微多活动身体，就会更容易瘦。这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 NEAT 概念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除了运动以外，日常活动所消耗的热量。其实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存在很多增加 NEAT 的机会。例如，尤其是爬楼梯，因为会用到下半身的大块肌肉，因此燃脂效果非常好。另外，经常坐电车的人，也推荐提前1站下车，然后稍微快走一段。还有，做家务时也请注意姿势，不要驼背懒散的活动，而是试着夹紧肩胛骨，并想象头顶被线向上拉着。仅仅这样，使用到的肌肉就会不同，活动量也会自然增加。像这样，只要让日常动作稍微积极一点，整体活动量就会不断提高，并不一定非得做痛苦的运动，只要把运动融入日常动作里就可以了。别人叫你跑步，可能坚持不了，但如果能建立在生活中自然运动的机制，就更容易长期持续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，不会失败的暴瘦习惯。早上起床先不用牙膏刷牙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刷牙和减肥有什么关系？但实际上，即使很努力减肥，如果因为牙周病等原因导致口腔环境不好，也会变得不容易瘦。口中的细菌，正常情况下会随着食物一起经过消化过程，但如果口腔环境恶化，口中的杂菌就有可能进入肠道，
这样一来，肠道环境会被破坏，代谢也会变差，结果就是，即使吃同样的东西，也会更容易囤积脂肪，变成不容易瘦的体质。据说口中的细菌在睡觉期间会大量繁殖，因此早上起床立刻刷牙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在吃早餐或喝水之前，先刷牙吧。仅仅这样，就能减少大量口中的细菌。特别是刚起床时，口腔中的细菌数量其实很多。如果直接吃东西或喝水，这些细菌也会一起进入体内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重点是刷牙的方法。推荐的是，先用什么都不沾的牙刷刷一次，然后再挤牙膏刷第二次。原因是，如果一开始就用牙膏，泡沫会让口腔内部变得看不清，而且牙膏带来的清爽感，还会让人误以为已经刷干净，但其实还有残留。尤其牙周病，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比想象中更严重，不仅会因为炎症导致更难减肥，甚至还与糖尿病等疾病有关。因此绝对不能轻视。接下来要介绍的不会失败的暴瘦习惯是，想在吃一份的时候，先等10分钟，吃完饭之后，很多时候会觉得，总感觉还差一点，还想再吃一个。这种情况很常见吧？但这种时候，请一定先等10分钟，这样一来，还想吃的欲望往往会慢慢自然消退。据说，由于人体荷尔蒙分泌机制的关系，从吃东西到真正产生饱腹感，大约需要15至20分钟。因此，刚吃完的时候，大脑其实还没意识到已经饱了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感觉还想吃，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饿，而只是大脑反应还没跟上。食欲本来就是人类3大欲望之一，因此，有时候即使理智上不想吃，大脑还是会自己暴走。特别是在减肥期间，越告诉自己不能吃，反而越会满脑子都是食物。不过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因此，提前准备好当食欲爆发时该如何转移的方法非常重要。单纯靠毅力硬撑，其实非常痛苦。如果只是拼命忍耐，很容易在某个时刻突然反弹。但如果能巧妙地转移食欲，把注意力转向其他行为，就更容易防止大脑暴走。所以，重点并不是强迫自己忍耐，而是如何一边骗过大脑，一边避免过度压抑自己。这在减肥中其实超级重要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，不会失败的暴瘦习惯，把理想身材设成手机壁纸。没有目标的减肥，绝对无法长久坚持。如果只是模糊的想着想瘦一点，中途一定会动摇。因为人类如果看不到明确目标，就很难长期努力下去。所以，请一定要拥有我想变成这样的身材这种清晰具体的目标，然后把理想体型设成手机待机画面。例如，可以设成自己憧憬的女演员、模特、健身达人、健美选手等等的照片。手机是每天会看几十次的东西吧？因此，待机画面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潜意识暗示。减肥过程中，一定会遇到非常辛苦的阶段，有时候甚至会觉得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？但即使只是不断看到理想中的样子，心情也会变得积极许多。因为我想变成这样的人，这个明确目标会成为非常强大的精神支撑。实际上，减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管理动力。一旦心理崩溃，就很容易突然暴饮暴食。所以，建立一个每天都能自然激发干劲的环境非常重要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，不会失败的暴瘦习惯：早晨冷水淋浴，激活褐色脂肪细胞。如果你有每天早上洗澡的习惯，请一定试试在最后用冷水冲一下。特别推荐把冷水冲在脖子、肩胛骨周围30秒到1分钟，这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燃脂开关。刚开始会觉得非常冷，但习惯之后，会渐渐觉得那种瞬间清醒的感觉非常舒服。最近受到关注的褐色脂肪细胞，就大量集中在脖子、锁骨周围、肩胛骨附近。这种脂肪细胞非常特殊，受到冷刺激之后，它会被激活，并产生热量，因此被认为具有促进脂肪燃烧的作用。普通脂肪细胞的作用是储存能量，但褐色脂肪细胞刚好相反，它会燃烧能量来制造热量。实际上，冲冷水时，身体会有一种突然发热的感觉吧？
这是因为身体正在努力制造热量，因此开始消耗能量。当然，一开始直接全身冲冷水会很辛苦，尤其冬天，门槛真的很高，所以完全不需要勉强，哪怕只是稍微冲一下脖子，冲一下肩胛骨附近，时间短一点也完全没问题。另外，如果没有晨间淋浴习惯，即使只是把冰凉毛巾敷在脖子附近也可以，因为如果勉强自己做太痛苦的事情，其实很难形成习惯。减肥最重要的终究还是长期持续下去，所以更推荐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巧妙调整成自己容易坚持的方法。减肥从来都不是一场短跑，真正能瘦下来的人靠的往往不是极端节食，而是那些每天都能坚持的小习惯。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让你找到一种更轻松、更健康，也更容易长期持续的减肥方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